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大军迷的忠实战友迷彩虎。一说到非洲国家的军队，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。这支军队号称东非 PLA， 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亲传弟子。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？本期节目，虎哥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友谊源远流长。上世纪60年代，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，坦桑尼亚的前身坦噶尼卡和桑给巴尔也在这股浪潮中获得了独立。随后两国合并并改名为坦桑尼亚。1964年，中坦两国建交。独立之初的坦桑尼亚百废待兴，美苏两国都拒绝了坦桑尼亚的援助要求。中国政府出于道义，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援建了坦赞铁路。建交之后，中坦之间就有了十分紧密的军事合作。面对这群打枪都不知道瞄准、且毫无纪律性可言的黑叔叔，中国顾问们几乎是手把手的教，比在国内训练新兵还累人。最后痛下决心，把国内那套训练方法都搬过来。长此以往，坦桑尼亚军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作息时间、训练科目和解放军一模一样。陆军一水的5对负重轮，空军装备了歼6、歼7，连军服都和解放军如出一辙。他们的炊事员也骑着中国援助的228自行车去买菜。他们的装步炮协同看起来让人感到提心吊胆，但比起其他非洲军队强太多，至少坦克不会压倒步兵。他们的拉练队形总是稀稀拉拉，但好歹也算是条直线。他们的射击成绩可能是提高最快的，勉强算是合格，至少知道打点射了。70年代末，亲传弟子坦桑尼亚军队迎来了他们建军以来的第一个考验。坦桑尼亚的邻国乌干达发生政变，军人出身的阿明上台，把乌干达国内搞得民不聊生。手下一支装甲部队弃暗投明，投奔了坦桑尼亚。觉得丢了面子的阿明，一面在国内掀起反坦反华运动，一面向坦桑尼亚发动了进攻，并且在边境地区大肆屠杀坦桑尼亚平民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回复阿明，看看这位和中国师徒为敌的暴君阿明的最终下场。事实证明，中国师傅的教导不是白给的，黑徒弟也没丢师傅的脸。坦军根据师傅的指点，稳扎稳打，进攻时都是火炮进行地毯式炮击，然后步兵跟在坦克和装甲车后推进。为防装甲车被敌军击毁，造成车毁人亡，坦桑尼亚军不坐装甲车，而是躲在车后。尽管坦桑尼亚军进展缓慢，但伤亡极少。乌干达军队则把黑人民族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，平常不露头，老老实实待在装甲车里，枪声一响就在坦克周围抱团，活靶子就是这样练成的。被坦军暴揍之后，乌干达转身就去抱利比亚的大腿。当时利比亚国内发现了大量油田，巨额的石油收入也让卡大佐得以用全套苏械武装利比亚军队。卡大佐刚通过政变上台，志得意满，一身力气没处使，立即派出了2000多人的军队。不过在中国顾问的指挥下，装备有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水陆坦克的坦桑尼亚装甲部队，利用地形优势，在乌干达南部的沼泽地带，将装备 T55 坦克和 BMP1 装甲车的利比亚军队打得丢盔弃甲，并且一鼓作气占领了乌干达首都。从此，东非 PLA 一战成名，中坦两国的友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坦桑尼亚几乎每年都会派遣各级军官来我国接受训练，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网传有一年，来自非洲的所有学员和来自东盟的学员一块搞夜间演习，东盟的学员几下就把黑叔叔打了个落花流水，只有东非 PLA 们仍在苦苦坚持。不像别的非洲学员们四散奔逃，他们竟然钻进了旁边的树林打起了游击，据说战果还很牛。虎哥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伪装做得好，只要不露牙，谁能看得见他们？除了这个，东非 PLA 的纪律和动员能力也堪称非洲翘楚。非洲某国的学员在进行武装奔袭3公里项目时，至少要磨半个小时才能出发。相比之下，东非 PLA 们只要3分钟。
虽然这个成绩差我军一大截，但在自由散漫的非洲大陆上，他们已经堪称神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有团队意识和协作意识，看旁边的人跑不动了，还会拉一把。翻看中坦两国的交往史，坦桑尼亚和一群非洲小伙伴硬生生地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。中国人民在坦桑尼亚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，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援助。出访坦桑尼亚的周总理，还有援建坦赞铁路的数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，带来的都是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友谊和支持。我国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，有什么友谊能够比一个贫穷的朋友帮助另一个贫穷的朋友，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帮助另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更珍贵呢？中坦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恰恰证明了这一点。请打开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与虎妞真人互动，还有往期精彩视频。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，都可以和我交流。创作不易啊，别忘了点赞和打赏，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